又过1年了，我又开始工作了，大家就会说一个卖肉的就要开始卖衣服，真是不讲武德。很多朋友都来找我做蒙古袍，一方面他是嫌有点贵，另一方面呢，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适合大众。虽然我喜欢，但是我却穿不出去。后来呢，我经过改良以后，跟另一个小姐，就是她也是来找我订衣服嘛，我就给她建议了一个款，既能当大衣穿，又能有蒙古元素，又能保暖，就是怎么样把羊皮做在衣服里，让南方的人感受到羊皮的暖，就是这件衣服。这个是衣服，当时他做的时候，我建议他稍微像我的蒙古袍一样，把边做的稍微花一点，因为我们用了这个中性的布料。我做蒙古袍的时候，我也实在不想用太花哨的，因为我做这么一件衣服花好几千块钱，我一定要穿它个10年8年，我一定要传宗接代，我一定要让下一代我的儿媳妇也能感受到我衣服的暖。如果要是说这种的穿腻了，后期想再加个边也是可以的哦，就是给阿姨点钱就可以。但是这种衣服真的是不要年年做，也不要经常做，有这么一件真的能穿到传宗接代的样子啊。如果说后期觉得太单调了，我想在这儿加一个蓝边也可以。然后这个面料完全可选，不一定非得选跟我一样的颜色。蒙古元素里有很多暗花的缎面的，就是可以选那种薄一点缎料，也很好看。其实我今天想拍这个视频，也不只单单想跟大家说这个衣服。你看做成这样的，确实是一件很值当的衣服。不管你是冬天去滑雪了，或者你想去趟满洲里啦、大东北啦，把它带上，够保暖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做了这个白羊皮袄之后，很多人会找我嘛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太过于原始了，它又得人工缝制，所以它价格也不低，对不对？但是做回去呢，很多人又觉得皮子有拼接，皮子上有脏的地方啊，手工缝制的有开线，这个东西其实我也不可控。你想吧，一个人坐在那儿10几天就在缝这一件东西，你说他能不挣钱？不挣钱他给你干嘛？所以后来我就想，大家尽量少做那种纯羊皮袄，尽量就是多做一些这种带面子的，把这个羊皮袄缝到里面，你也可以翻过来穿。这样的话，它就是很值当的一件衣服，对不对？这个可做长，可做短，可做中的，可做大的，什么都可以做。然后你也可以翻过来穿羊皮袄。我呢，之前也没有给大家讲很明白，因为我毕竟是个卖肉的，做的不是很好，我给大家道歉。就是有卖了白皮袄的，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已经尽量给大家修了。如果你实在需要抗寒，你就做成这种衣服穿，这样的衣服，然后做的短一点，也不是很贵，2、3千块钱的白皮袄也得2、3千块钱。但是这个上面有一点是比白皮袄要贵的，要把这个皮子跟这个布缝在一起，它这些地方都有线勾着它，这一点它肯定是有一个手工费的。就是你要是买回去留作纪念品，你可以做白皮袄；你要是真买回去穿的话，建议大家做成衣服穿。